素来不发社交动态的金圈太子爷突然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带着对戒的牵手照，评论区纷纷祝贺，就连我那生性冷漠的老公也发了一句恭喜。可没有人知道，那照片里的女主角是我。我歉意的笑笑，对不起，老公，我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收到沈淑怀的短信时，我还在酒店和新养的情人鬼混。我明天下午3点的飞机回国，之后一段时间我都会留在国内。我挑了挑眉，哦，我那商业联姻的老公要从国外回来了呀。突然，手机被人抽走，随意放在了床头。眉目俊朗的男人单手脱掉了黑色短袖，线条分明的腹肌就这样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我面前。我最爱的薄肌身材。齐运川挑了挑眉，不满道：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还不专心吗？冰山老公哪有年轻的男大学生来的体贴啊？我懒得再管沈淑怀的消息，我伸出手臂，懒懒地环上了齐运川的脖颈。对于情话，我向来信手拈来，只是无关紧要的人发来的消息而已。他哪有你重要啊？你知道的，我最喜欢你了。还没等我说完，齐运川突然将我从床上抱起，身体骤然悬空，我只能用他拥得更紧。我有些埋怨地轻捶了一下他的肩膀。你想干什么呀？齐运川低头看我，黑色眼眸中带着浅淡的笑意。他散漫地说道：你呀。灼热的吻已经落下，唇被封住，只剩下含糊不清的亲密私语。月色缠绵，寂静春水亦被搅乱。结束后，齐运川依旧靠在我身边，用头发轻轻蹭着我的颈窝，有一点点痒。我不由得感慨，还是男大学生好，又年轻又粘人。现在我知道了，世界上最坚硬的其实不是钻石。放在床头柜的手机还在坚持不懈地震动，我随意瞥了一眼，依旧是沈淑怀发来的消息。他提醒我记得明天去接机。好烦，不想理。齐运川也看到了不断弹出气泡的手机屏幕，他意味不明地低哼了一声，然后我感到我的手指传来一阵微凉。我抬起手来看，是无名指戴上一枚情侣款的银戒。齐运川轻轻勾起了唇角，我今天刚买的情侣对戒，这样以后就不会有讨厌鬼来缠着你了。他说话的语气很沉着，可还是带着吃醋的幼稚意味。我只是纵容的笑笑，好，都听你的，我只要你一个人。小情人嘛，总是要多哄哄。齐运川这才满意，眉目都舒展开来。他拿起手机，然后用左手牵上我的手，在镜头下，男人宽大的手将我的手完全拢住，按下快门，无比亲密的瞬间就这样被定格。齐运川当着我的面发了一条朋友圈，我撑着脸戏谑地询问：你不是从来都不发社交动态的吗？怎么突然要和我官宣了？终于认可我这个金主了吗？齐运川顿了顿，闷声道：笨蛋，今天是我们在一起3个月的纪念日。我这才恍然，他是用自己别扭的方式在诉说对我的爱意。齐运川撑起手臂，再度将我压在了身下，他的声音带着蛊惑：你忘掉了纪念日，所以应该有惩罚，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这次的吻温度愈发上升。第二天从酒店醒来，齐运川已经回到学校上课了，床头柜上是他留下的早餐和纸条：你胃不好，记得吃早饭。我打开餐盒，小笼包还带着温热。我弯唇，还记得我最喜欢的早餐是什么？值得嘉奖。我打开手机，给齐运川转过去了50万。回到车上，我又抬起了左手，静静对着阳光欣赏那枚银戒，尺寸正好，还在外圈镌刻了我和齐运川名字的缩写，看得出来赠送者很用心。我摘下，将它收到了置物箱里，然后换上了结婚时的那枚硕大钻戒。我漫无目的地想着，我和沈淑怀的婚姻算什么呢？大概只是为了让2个家族生意更加兴隆的交易吧。在举办婚礼之后的第2天，他就飞去了英国，去寻找他那赌气离开的白月光。沈淑怀没有在新房里停留片刻，只是冷冷道：10亿，别期待可以从我这里获得什么，你明白的，我们只是商业联姻而已，所以结婚后就个玩个的吧，放彼此自由。我应声同意，扮演着温柔体贴的妻子角色。没过多久，我就在京大包了一个男大学生，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齐运川都极合我的胃口。唯一缺点是偶尔有些不听话，比如他从来都不愿意叫我姐姐。我转着手指上的钻戒，这枚10克拉的钻戒是由世界顶尖的工匠精心切割打造的，极为张扬耀目。可我却觉得一点都比不上齐运川送我的那枚简单银戒。我叹了一口气，感到有些遗憾。沈淑怀回来了呀，那这段时间我是得和齐运川玩的收敛点了，毕竟是上不得台面的地下恋啊。我如约到了机场，为沈淑怀接机。男人身穿笔挺的黑色西装，推着行李箱缓步走出通道，那张俊逸的脸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我对沈淑怀招了招手，他走到我面前，微微颔首：今晚有商业聚会，等等就直接从机场去餐厅吧。他顿了顿，才继续说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在人前记得表现得和我亲密一点。我乖巧的点头，可是忍不住在心里讽笑。沈淑怀穿着禁欲的白衬衫，而且纽扣也扣到了最上面的那一颗，然而还是没有遮住暧昧的红痕。我漫无边际的猜测，大概沈淑怀和他的白月光也度过了激烈的一晚吧。偷吃也不知道藏好，还惦记着跟我扮演恩爱夫妻呢。不过一切都无所谓，他有他的白月光，而我也有我的金丝雀，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我和沈淑怀之间向来没有共同话题，所以一路上我们也只是任由沉默蔓延。到了聚会现场，我才挽上他的手臂，挂着甜蜜笑容，开始扮演表面夫妻。在场的人都夸赞我们般配，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只是虚伪的交际话术而已。我觉得气闷，期盼着这场无聊的宴会早点结束。我找了个借口离开，独自走到了阳台，想要吹吹风。然而刚到门口，就听到有人在私语：喂，你们知道齐家的那位神秘太子爷齐运川吗？前段时间就听说他留学回国了，没想到今晚会在这里见到他呀！救命，我也看到了，真的好帅啊！如果他能当我对象，就算让我住别墅开豪车我也愿意。齐运川已经有女朋友了吧？他从来都不发社交动态的，但昨晚却破天荒的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牵手照，这不是官宣是什么呀？听说他身边从来都没有女人的，真好奇到底是谁拿下了这朵高岭之花。听到他们的闲聊，我皱起了眉头。我早就知道我的那位小情人和金圈太子爷同名，
但一个是清贫的大学生，一个是身份显赫的权贵，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吧？我将信将疑地打开手机，才发现齐运川发的那条牵手朋友圈下面已经有了许多共有点赞，而且他们还纷纷在评论区里祝贺，都是京圈里和我交往甚密的朋友。不光如此，就连我那生性冷漠的老公也评论了一句恭喜。盯着屏幕，我的呼吸都停了一瞬，震惊到说不出话。我居然包了京圈太子爷当我的情人，哈哈！而且我的老公甚至还在说恭喜。就在这时，突然有人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害怕做了亏心事被人发现，我身体颤了一颤。我强装镇定地回头，对上了沈书怀冷淡的表情。他单手插兜，询问般地挑了挑眉：怎么啦？见到我就这么惊讶？我呼出一口气，没事。我收起了手机，在黑暗中歉意地笑笑。对不起，老公，我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在隐秘的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所以沈书怀也懒得再继续扮演温柔的丈夫。他不耐烦地松了松领带，时间也差不多了，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走吧，我们回去。我去酒店，你还是回家里，互不干涉。我迅速同意，早点离开也好。齐运川还在宴会现场呢，要是真撞上的话，那岂不是没法收场？我叹气，做人难啊，做女人更难。刚从宴会厅出去，沈书怀就烦躁地叼上了一根烟。我很理解，和我这个不熟的妻子演了一晚上的戏，能不烦吗？我带上了钥匙，准备先去停车场开车过来等他。身后传来打火机开盖的叮声，随即又传来一句低骂：曹，没火了。我幸灾乐祸地回头，想要欣赏一下沈书怀点不着烟狼狈的样子，却突然看见有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缓缓从黑暗中走出来。那人玩弄着手中的银质打火机，手指翻飞间，打火机的火光也随之泯灭。他走到沈书怀面前，轻笑：哥们儿，打火机连根烟都点不着啊，我的是女朋友送我的，前2天才加过油，借你点个火吧。路灯照亮了齐运川那张无比熟悉的脸，我心中一惊，连忙退到阴影里。沈书怀伸手接过打火机，点燃了香烟，他随口说道：谢谢。挺巧，我们打火机的款式一样。我在角落里偷听，不由得扶额苦笑。当然一样了，因为你那只打火机也是我送的呀。下次送礼物的时候必须得多用点心了，真不能再一样东西下单2份了。齐运川的胜负欲向来很旺盛，他看着沈书怀，眉眼张扬。是蛮巧的，不过我的打火机好像是更贵的那一款呢，应该比你的特别一点吧？齐运川挑了挑眉，又露出一个得意的笑。不是，哥们儿，我才发现你连婚戒都没戴呀，这也看不出来你有家室啊。多学学我吧，一出门就带着情侣对戒。哎，这样看来还是我和女朋友的感情更好一点。齐运川张开左手，向沈书怀展示那枚银戒，雕刻着我和他名字缩写的那一面，就这样呈现在沈书怀面前。这下我真的汗流浃背了。沈书怀本来就有些不耐，然而目光一接触到那枚戒指，表情就变为了愣怔。他无意识地反复摩挲着那只银质打火机，半晌后才面色不悦地扔还给了齐运川。沈书怀吐出一口烟，冷漠道：无聊。磨磨蹭蹭把车开回来时，门口只剩了沈书怀一人。他坐上副驾，重重地关上门，眉梢还带着一丝不快。沈书怀冷笑了一声：现在谈恋爱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吗？幼稚的小屁孩，只是抽个烟的功夫，都能炫耀半天自己的女朋友。老公，对不起哈，刚刚那个幼稚鬼口中的女朋友就是我呢。在沉默间，沈书怀突然直起身，缓缓靠近我，距离很近，甚至能感受到他喷洒在我脸上的温热呼吸。我不安地动了一下，搞什么呀？这人也太没分寸感了！啪嗒一声，暧昧的氛围荡然无存。沈书怀为我系上了安全带，长睫垂下，那双深邃眼睛就这样冷冷地看着我。沈书怀责备道：在想什么？连安全带都不系。然而下一秒，沈书怀突然顿住了，皱了皱眉，他抚上我的锁骨，寒声道：10亿，这里为什么会有吻痕？我惊愕地低头，才发现不知何时裙子的袖口有些滑落，露出了锁骨边缘的红色吻痕。齐运川向来坏心眼，总爱在一些隐秘的位置留痕迹，不过我很会演戏。我淡定地将衣袖拉回了原位，对着沈书怀温柔一笑。刚刚走回停车场，在路上不小心被蚊子咬到的。我的目光若有若无地落在他脖颈的吻痕上。说起来，英国蚊子是不是也很多呀？我看你也被咬了好几口呢。沈书怀靠到椅背上，讽刺道：别再阴阳怪气了，你明知道我是去英国找他的，不过这次回来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会再回去了。我有些诧异，为什么？沈书怀松了松领带，表情散漫，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尝到味道了，觉得那就那样呗。所谓白月光，上过床之后就变成白米饭了。他侧过脸失笑：10亿，你不会是在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吧？放心，当初结婚就是看中了你，乖一点，沈太太的位置永远都会是你的。可是我早就不想当沈太太了呀。我心中觉得好笑，但却顺从地点了点头。沈书怀满意的勾唇，他又叼上了一根烟，摸出打火机，才意识到没有火。今天抽烟遇到的那小子还真的挺烦的。说起来也巧，他的打火机也是女朋友送的，而且他女朋友名字缩写居然和你一样。10亿，你记得再给我买一个新的，不想和他用同款。对了，也刻上我们的名字缩写吧。我差点脱口而出，你也配？但还好忍住了。我对沈书怀甜甜一笑，知道了。结婚1年，沈书怀一直把我当成听话的宠物。确实，我在他面前总是一副乖巧模样。不过实际上，我可从来都不是什么乖乖女哦。上午的公司总是很忙碌，匆匆而过的员工向我点头打招呼：石总好。我淡笑着回应。刚到办公室，桌上已经放了一大摞的文件。我拿起资料，一份份开始审阅。当初之所以同意和沈书怀结婚，不光是家族要求，也有着我自己的私心。家族里的生意日薄西山，迫切的需要靠联姻来缓解资金危机。而且由于家族长辈重男轻女，我迟迟无法跻身家族产业的管理层。和沈书怀结婚，我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沈氏集团来施展身手。在沈书怀面前装的乖巧，也只是为了打消他对我的戒心而已。我有自己的野心。忙碌到傍晚时分，文件基本已经处理完毕。
我伸了个懒腰，抽出那份刚送来的最新一季的财务报表，最后的一块拼图已经齐全了。我用钥匙打开了底层的抽屉，然后把这些资料都放进了手提袋里。突然，手机上弹出了特殊的提示音，是齐运川发来的消息，有一点想你了。那天宴会过后，为了防着沈书怀，我和齐运川的见面次数越来越少了，再加上工作变得很忙，我回消息的频率也无意间变低了很多。男宠，今晚有空吗？下课后想约你吃饭。男宠，买了音乐会门票，你最喜欢的那个钢琴家也在，要不要一起去？男宠，不回我消息，很忙。男宠，好久没去酒店了，老地方1201房间，来吗？我刚下班，马上到。男宠，我们学校校庆，能来陪我吗？男宠，行，又不说话了，沉默姐。男宠，酒店1201房间，我 OK 来了。男宠，吃不吃夜宵？我来接你。我不聊，没空。男宠，那去酒店呢？我时间就像是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细细算算，已经有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我和齐运川都只在酒店见面，而没有正经的约会过了。或许是看我没有回复，齐运川又发来了消息。好吧，其实我说谎了，不是有一点想你，而是很想你，超想你。我不禁失笑，这个笨蛋总说一些很幼稚的情话，可偏偏总让人感受到他那横冲直撞的爱意。我看向日历，今天是早就用红笔勾画出来的一天，齐运川的生日。我勾起了唇角，打字回复，我也想你。酒吧见，今晚我包场了。京大旁边的酒吧是我和齐运川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那天沈书怀为了哄白月光开心，连夜飞回英国，只为陪他看一场演唱会。我很体贴地帮他收拾行李。沈书怀点燃了一根烟，带着怜悯般的笑了。10亿，你这个妻子当得还真够称职的。有时候看你围着我转，忙前忙后的样子，还真觉得有些可怜。多走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吧，别总这么小家子气。我向来很听话，所以那晚我来到酒吧，包下了所有的男模。在喝得半醉的时候，我蓦然抬头，看到了倚在吧台独自饮酒的颀长身影。男人的眉眼极尽张扬，是一副招摇的风流相貌，比今晚陪酒的男模好看1000倍，很合我的胃口。我缓步过去，直接坐到了那人的腿上。他面色不悦，沉声道：下去。我笑吟吟地往他的衬衫口袋里塞了一张银行卡。喂，我很喜欢你，卡里有500万，你和我谈恋爱吧。他抿唇，神情更冷。你认错人了，我是学生，不是男模。还有，我有名字。没等他说完，我就拉住他的衣领，亲上了他的唇，以吻封肩。这就是我和齐运川之间恋情的开始。依旧熟悉的吧台，齐运川早就在那里等我。他看到我，不阴不阳地说道：哟，这不是沉默姐吗？最近挺忙啊，终于抽出时间来临幸我了是吗？我笑着从包里出了蛋糕，放到齐运川面前。别生气啦，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哦，生日快乐。齐运川这才唇角微弯，心情稍好一些。我为他点亮蜡烛，齐运川闭上了眼睛，对着蜡烛虔诚许愿。在摇曳的深黄烛光映照下，那张总是盛气凌人的俊脸竟也平添了几分柔和。隔了良久，齐运川才吹灭了蜡烛。我戏谑地询问：是很重要的愿望吗？看起来思考了很久啊。齐运川只是垂睫专注地看着我。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他突然开口道：我只有一个愿望，想要和你永远在一起。第一反应是觉得好笑，永远这个词说出来很轻松，可哪有那么容易就做到啊？可我抬起头，对上了齐运川无比认真的表情，那双熟悉的眼眸里依旧浪平无波，可深处却酝酿着我看不懂的情绪，像是夏季突然降临的一场阵雨。淅淅沥沥的爱意将我的衣摆打湿。酒吧的歌曲换到了下一首，开始播放节奏舒缓的爵士乐。在这样的氛围下，似乎一切谎言都可以被无条件原谅。我撑着脸随口道：如果我说从一开始我就骗了你，你还会想要和我在一起吗？齐运川的表情空白了片刻，原本扬起的唇角也抿成了一条直线。他直起身，居高临下的望着我。你什么意思？我忽略掉齐运川愠怒的神色，只是浅笑着为他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领。没必要发这么大火吧？从交往到现在，你不也一直没说自己的身份吗？太子爷。齐运川哑口无言，他烦闷地倒了一杯威士忌，一口饮尽。我不是有意隐瞒的。算了，现在我们扯平了。你说说看，你骗了我什么？我笑意盈盈。那我可说实话喽，我有老公，其实是已婚人士。齐运川被酒液呛了一下，止不住地咳嗽起来。我拍了拍他的背，安慰道：不过我们只是商业联姻而已，而且快离婚了。齐运川的气这才顺过来，他阴阳怪气道：哦，原来我当了4个多月的男小三啊。我诚恳地说道：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要分手的话也可以，我们尽量好聚好散吧。齐运川盯着我，突然笑了，他意味不明的冷哼：哦，你有听到我要说分手吗？我愣了一下。齐运川靠近我，声音蛊惑地说道：还有做什么都可以是吗，姐姐？这是齐运川第一次喊我姐姐，耳间也随着这句话语传来一阵酥麻。齐运川抬起我的下颌，强迫性的让我扬起了脸。下一秒，他吻上我的唇。一到酒店房间，我就落入了齐运川的怀抱，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来得热烈。在沉浮中，我几乎失语。我呜咽着咬上齐运川的肩膀，可他没有理会我的求饶，反倒更加嚣张的轻笑。姐姐，和我在一起做这种事，你老公不会吃醋吧？我失神的想。坏了，齐运川是真的生气了。床头的手机一直在响，显示是沈书怀的来电，可我们都没有空闲去理会。齐运川咬牙切齿的在我耳边低语：姐姐，我求你了，回去后赶紧和你的废物老公提离婚，老子不想再当男小三了。起床时看着散落满地的衣物，我不由得叹了口气。昨晚穿的吊带裙已经彻底碎在了齐运川的手上。我踢了一脚床上还在熟睡的始作俑者。齐运川睡得很香，还懒懒地翻了个身。
真是可恶。最后，我只能穿上了齐运川的衬衫和外套回家。打开家门，我却意外地看到了沙发上坐着的男人。我诧异道：“你怎么来了？”茶几上摆放着奶油已经融化的蛋糕，还有满到快要溢出的烟灰缸。沈书怀似乎在这里等了一夜，他不咸不淡地冷嗤了一声：“这是我们的婚房，我不能回来吗？昨天是我的生日，想和你一起过的，等了你一晚上，怎么不回家？”我没有答话。沈书怀抬起头和我对上了眼神，他突然失态地起身：“石毅，你他妈去哪里鬼混了？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模样。”敞开的衣领露出了大片肌肤，上面全是暧昧的吻痕，还有齐运川留下的齿印。哦豁，偷情的是败露了哎！乖乖女的面具终于也可以摘下来了。我摊了摊手，无比坦然：“如你所见，我出去找南小三了。”沈书怀双眼通红，怒气勃发的开口：“妈的，你敢！你居然敢！”沈书怀捞起烟灰缸，恶狠狠地将它摔到了墙上。他深吸了一口气，半晌后才沉声道：“那个人是谁？”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简直被气笑了。曹，你还穿着南小三的外套，怎么和抽烟遇到的那个傻逼穿的一样？他撑着额角。对了，怪不得打火机是同款，还有名字缩写也一样。老子还在朋友圈评论了一句恭喜，妈的！沈书怀发疯一般挥倒了整个置物架，酒瓶破碎，一地狼藉。我依旧笑盈盈的开口 ：“Bingo， 恭喜你猜中了，南小三就是齐运川呢。何必这么生气？结婚以来你不也一直在找外遇吗？而且我们早说好了，各玩各的呀。不过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们谈一谈离婚的事情吧。”沈书怀沉默了半晌，他烦躁地叼上烟，狠狠吸了一口。石毅，你也太高看自己了吧？以为傍上了齐运川这棵大树就可以离开我是吗？你太天真了，他说不定只把你当玩物而已。离婚了，公司就会对10家撤资，到时候你就等着看自己的家族破产吧。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我挑了挑眉，不置可否。沈书怀缓缓呼出一口烟，脸上满是志在必得的自信。石毅，我知道你一向很乖，这次应该是他勾引你的吧？你和他断掉，我还可以原谅你。我们各自出轨了，过往的事我可以不再计较，就这样一笔勾销。我也在外面玩得累了，想要回归家庭了。以后你就安稳地当我的沈太太。我遗憾地说道。真可惜呢，我不想再做沈太太了，只想做独一无二的石毅。别再自作多情了，我从来不是什么乖乖女，也不需要你的原谅。离婚这件事，你必须同意。我从手提袋里抽出了那些早就准备好的文件，放在茶几上，推到沈书怀的面前。这是我在公司工作1年拿到的所有证据，做假账、偷税漏税。你说，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的话，沈氏集团的股票会不会跌停呢？沈书怀双目猩红，发狂地翻着那些报表，最后他将尚未燃尽的烟头压在纸上，火焰升起，纸张燃烧，全躯化为灰烬。明明没有生命，却让人莫名觉得他正在哀泣。我后退了一步，仍然淡定自若。所有资料我都有备份，你烧掉了也没用。沈书怀跌坐在沙发上，似乎已经疲惫不堪。你到底想怎样？我们离婚。我竖起3根手指，恰好能让沈书怀看到我无名指上的那枚印戒。我笑得张扬。还有沈氏集团的3成股份全部让给我。沈书怀气得不轻，直接摔门离去了。我悠然环视了一圈，客厅里遍地都是碎片，蛋糕和烟头搅在一起，变成了面目模糊的混合物，简直就是一片废墟。不过这样也很好，失序和混乱才能造就新生。就在这时，手机响起铃声，是齐运川发来的消息。刚睡醒，你怎么不在？就这么水灵灵抛下我一个人走了？你是去上班了吗？怎么不说话？难道是不要我了吗？我想起来了，昨天你说要好聚好散，不会是打完分手炮就要抛下我吧？不要啊！我要一直缠着你，不想分手。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举起手机给他拍了一张凌乱的客厅照片。刚回家和废物老公谈完离婚，同意在家偷情扣1，不同意回复 TD。齐运川发来了一个狗狗打滚表情，11111。我马上道1，最后还是没有偷情。齐运川拿来了一个蛇皮袋，开始勤勤恳恳地收拾垃圾。这位太子爷向来金贵，十指不沾阳春水，但打扫起卫生来竟然还有模有样的。齐运川一边拖地一边故作叹息，看来你那个老公真不怎么样啊，把家里弄成这样。啧，估计是有暴力倾向吧，这种人真是可怕。幸好只是商业联姻，我也发现了，这房子里都没什么他的东西。这种臭男人就值得离婚啊！我看着他得意的样子，也不自觉地勾起了唇角。这么开心啊？齐运川理直气壮。对呀，我马上就是你名正言顺的男朋友了，能不开心吗？我起了逗弄他的心思。可是你现在是小3上位，哎，就不怕我到时候也出轨找别人吗？齐运川的笑容凝滞了，他捋了捋凌乱的额发，闷闷道：“我和你的前夫才不一样啊，才不是像他那样的无趣老男人。我年纪轻，身材好，而且你不是也说过吗？最喜欢我这张脸了。”齐运川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卡，递到我面前，他神色认真。还有，我有很多钱，以后我养你。之前你转我的包养费我都存起来了，而且我把所有的钱都转到了这张卡里，全部上交给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我故意说话慢悠悠。那就……齐运川眉头微蹙，紧张地等待着我的回答。看你表现喽，以后请多多指教啊，男朋友。齐运川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如羽毛般温柔的吻。遵命。最近我都没有去公司上班，不过也偶尔会听到关于沈书怀的消息。据说沈书怀已经对那些烂账焦头烂额，偷漏税款的数额很大，他费尽心思想要补上这笔账款。当然，我也没忘了火上浇油，只是稍稍透露出一点风声而已。沈氏集团的股票就有了下跌的趋势。如我所料，没过多久，沈书怀就发来了妥协的消息。我在那份股权转让协议上签下名字，心情大好。我对沈书怀挑挑眉，合作愉快呀，沈总。沈书怀的脸色已经阴沉得可以滴出水来，仅仅是1个月没见而已，但他却像是变了一个，两颊深深地凹陷进去，形容枯槁，甚至连胡子都没有修理，一副落魄的模样，完全失去了以前的金贵气质。我伸了个懒腰，走吧，去领离婚证。在民政局里，沈书怀一直都沉默着，
直到工作人员在离婚证上敲下象征着尘埃落定的印章，沈书怀才突然开口：“10亿，你之所以和我结婚，是想要利用我，对不对？你到底有没有真心爱过我？”拿到了离婚证，我这才安心。我悠悠然起身，忍不住对沈书怀冷嘲热讽：“沈书怀，你不觉得好笑吗？你自诩深情，在结婚第2天就飞去英国找你的白月光，可不出1年，你就说上过床，得到手的女人让你感到腻味。像你这样自私、卑鄙又冷血的家伙，也好意思说真心啊？”我拍了拍沈书怀的肩膀：“你总是把女人当玩物，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被女人戏耍的一天吧？你说的对，这场联姻我从一开始就目的不纯，我就是想利用你，把你当做向上爬的工具，那又怎样？这场博弈我才是赢家，乖乖认输吧。”沈书怀面色惨白，单手握拳，甚至气得发抖。他咬牙切齿道：“10亿，你真够狠毒的！被骂几句，那咋了？反正股权和离婚分到的财产已经到手了。”我哼着歌向外走去，随意地对沈书怀挥了挥手，就当做道别。多谢前夫哥送来的离婚财产啊，正好作为我创业的启动资金。拜拜喽，再见了，我的废物前夫！我要去开启美好又光明的新人生了。民政局的门口已经停了一辆红色法拉利，齐运川连夜改了涂装，在车上画了我和他形象的 Q 版小人，张扬地宣示着主权。外面还下着雨，齐运川匆匆开门过来为我撑伞。明明那把伞能容下2个人，但那柄雨伞依旧向我这边倾斜着。灰色的下雨天，可有他在身边，突然觉得这阴霾的天气也没那么令人讨厌。跑车飞驰而去，后视镜里的世界越来越远。不知为何，沈书怀长久地立在雨中，迟迟不愿离去。那天晚上，景浩神秘人斥巨资为女友点燃盛大烟火，景浩的话题冲上金圈头条。晚风有些冷，我靠在齐运川怀里，静静看着火树银花在天际绽放，烟火散开，像极了碎掉的星星落入城市。我突然想到了齐运川生日那天的场景，生日蜡烛落下的细碎光芒，竟也和烟花坠落的轨迹有点相似。烟火从正面看是圆形，从侧面看是爱人的脸，而我此时转过头，对上了齐运川温柔的眼神。我笑着询问：“生日的时候你说过只有一个愿望，现在那个愿望有改变吗？”齐运川拥住我，他的下巴靠在我肩上，靠得很近，温热的鼻息让我的耳尖也有点发热。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了，我要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伸出左手，悄悄勾住了齐运川的小拇指。那来拉钩约定吧。齐运川的吻印在我的脸上。好，拉钩，永不改变。齐运川视角番外：运川，今晚学校有音乐会，一起去看吗？行啊，决定去参加音乐会，只是想打发无聊的时间而已。到礼堂时已经迟到，表演开始了。厅内一片漆黑，只有一盏聚光灯缓缓亮起。我随意地抬起眼眸，却没想到竟是惊鸿一瞥。台上的女孩静坐在钢琴前，指尖在琴键上弹奏，如蝴蝶飞舞。灯光描摹她的侧脸，美得像雕塑。我觉得像是偶遇了某种神迹，耳机里播放的音乐和钢琴声衔接，竟是同一首爵士。我假装不在意的点评：弹得不错呀。你知道台上的那个人是谁吗？朋友看了我一眼，不怀好意的窃笑：那是高3、5班的学姐10亿，她这么有名，你都不认识啊？哎，运川，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不会是对她一见钟情了吧？我别开了脸，冷冷评价：胡说八道。但别开了脸，还是忍不住用目光偷看台上的他高3、5班的10亿。记住了，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多在意他，但好像总是在不自觉地创造和他的偶遇。在奶茶店经常看到他，他最爱喝的是4季奶清，3分糖少冰。路过琴房也总是见到他的身影。原来我们都一样很喜欢爵士乐，他参加的音乐会我每一场都不会错过。我有些别扭地回想起朋友说过的那句话，好吧，不得不承认，一见钟情这4个字确实完美地概括了我对他的感情。计划赶不上变化，情书都写好了，本来准备期末的时候向他表字的，只是没想到考了垫底，爷爷狠狠打了我一顿，连夜把我送到了国外留学。受不了了，我恨我的无能，提前修完了课程，而且也已经收到了京大的 offer。我归心似箭地乘上了归国的飞机，很想见到他。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第1章回国，第2章重逢，第3章追求，第4章表白。但朋友却疑惑地挑了挑眉：你说10亿呀？他前段时间刚结婚了。我听到了咔嚓一声，草，原来是我的心碎了。我感觉我就像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偷，偷偷收集着她老公的资料。老男人出轨怪，对她一点都不好，真是可恶。不过幸好他们只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商业联姻。做完实验后，我到学校旁边的酒吧喝闷酒。要不要当男小三呢？这真是个让人苦恼的问题啊。我摸出了口袋里的硬币，如果是反面那就不当。我抛了一次硬币，完了，是反面，这次不算，要不重新再抛一次吧。在我犹豫之时，突然膝上一热，是我在做梦吗？他怎么坐到我腿上了？他的脸红红的，笑盈盈地抬头看着我。坏了，他是不是喝醉了？我不能乘人之危啊。于是我装出冷漠的样子下去，没想到他拉住了我的衣领，下一秒嘴唇上传来一阵热意，我感觉耳尖都在发烫。我的初吻，完蛋，他又是给我银行卡，又是给我转账，我好像变成他的男宠了。他又给我转了50万，为什么不收？是因为不喜欢我吗？哎，好吧，贷给他了。我勤勤恳恳地把每一笔钱都存到银行卡里。该说不说，男小三太难当了，不敢说出我的真实身份，也不敢告诉他，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他还记得我的生日1，他说他骗了我，其实他是有妇之夫。对不起，宝贝，其实骗你的是我。我一直都明白，我就是见不得光的男小三。不过我也确实有点生气，好想让他和那个老男人赶紧离婚。呜呜，男小三，我真的当累了。狗狗哭泣 JPG。耶特大好消息，你怎么知道我成功上位了？你怎么知道我和他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开始同居了？开心。他抬头看着天空，烟火纷纷而落，光芒一闪一闪照亮他的侧脸。
让我想到了多年前初见他时的那一幕，牵着他的手更紧了一点。我觉得我好没出息，依旧是个小偷。我又在偷偷庆幸了，时光兜兜转转，幸好爱人没有错过。